Hello，你好，我是 BB。在我的频道里面，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用吸引力法则或是假设法则显化成功的故事。有很多人学了吸引力法则之后，就变得爱情事业两得意哦，人生就从此非常的顺利。今天就来讲3个故事就好了，这些都是频道的观众留言给我的，我非常喜欢这些故事哦。第一位观众呢，他成功显化了 Dream Job。他跟我说BB 你好，我是在偶然之间发现你的 YouTube 频道。刚好那一阵子的我，因为找了一份不太适合的工作，我每天都很累，很心力交瘁，就连午餐吃饭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有时候就干脆不吃了。我就开始在你的频道听你分享的一些正面的书籍，还有大家显化成功的案例。每天在通勤的时候，我都会听你的金钱肯定句，我也会在心里面跟着念一遍。午休的时候，我就会听你分享的那些显化成功的例子还有书籍，我也开始把我想要显化的心愿跟感恩日记写下来，而且我会跟上帝祷告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很快的，没过几天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心情开始变好了，我开始觉得有希望了，而且我也很认真的去想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就像 BB 有一次分享的，我们如果是坐交通工具，像计程车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有目的地，它才会载我们去想要的地方啊。如果我们没有目的地的话，计程车一定会叫我们下车。对宇宙许愿也是这样子的哦，你要有个目标，这样子宇宙才知道要送什么给你啊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为我的新工作祷告，我也设定了我想要的工作条件。我希望公司的地方是好通勤的，而且这个工作是可以发挥我所长的，而且同事跟主管都要对我很好。我相信会有很多工作都来抢着要我。后来我就开始上网去看看工作机会，而且也开始有一些猎人头的公司找我。很奇妙的是，我很久以前的同事竟然主动说要介绍给我。这些工作机会大部分都不是我去要求的，是他们主动来找我的。而且我这次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。就在这2个礼拜之中，有一个我主动投履历的公司就找我面试了。面试的过程非常顺利，而且公司的位置也是在我希望可以工作的地方。而且对方很快就安排进行第2次面试。后来我在面试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个主管级的职位这是担任大型客户的副理的职位，它不是一般的客户经理哦。没想到完全没有主管经验的我，还可以受到这间公司的青睐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而且他完全照我的意思，给我理想的薪资，1毛钱都没扣最后呢，就决定去这间公司了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显化，因为听起来好像还蛮快的。他说真的哦，就是花大概3个礼拜到1个月左右，主要是在有很明确的目标之后，显化的速度就变快了。因为他之前一直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的什么，好像怎么样的工作都可以，他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。而且他也开始不看负面的新闻，保持很正面的心情。他有写未来日记、感恩日记，而且也有祷告，真的是超级快的。当你在显化理想工作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会有比较多工作机会，就这样一个一个来到你的面前。像是一些很久没联络的朋友，就主动说要帮他介绍工作。你比较不用太努力的去找工作，就是一天投100个履历然后都没听到回音你比较不用这么辛苦。当然你还是要有一些主动的行动，就是机会来了就要好好把握，也要好好的准备面试，而且你的面试也会比较顺利哦。他们就会刚好喜欢你哦，想要你这样子的人哦，而且很快就会安排第2次面试。然后那一些你觉得面试起来很卡的工作，通常就不会是你的理想工作，所以那种工作就算最后没得到，也不用太难过。这边他有提到他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其实有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会觉得很困惑，就到底吸引力法则有没有办法跟他的宗教结合在一起呢？答案绝对是可以的。吸引力法则它其实不是一个信仰哦，它是一个真相，它就是这个宇宙运作的真相。所以不管你有什么宗教背景，都可以跟吸引力法则做结合，来显化你想要的人生哦。再来讲这个故事，他说BB 我最近显化了日本的机票，因为我一直想要去大阪环球影城过万圣节，但是我完全就没有想花钱的意愿，我就这样子一直摆着。偶尔呢，我会看一下环球影城的短影片，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些小事情，我就跟男朋友吵架，我们冷战了2天，结果男朋友突然就去买了日本的机票来道歉真的超级意外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跟男朋友提过我想去日本玩哦。
去日本之后呢，就刚好遇到这一次的苏芮台风，回程的班机被取消了。取消的当下，我就许愿说，我想要坐免费的星宇航空回台湾。后来因为班机被取消，本来要再去买联航的，而且我有跟公司请假，要隔2天才会回台湾。我跟公司讲了之后，老板要我们隔天就回去，好像很急一样，而且还说要帮我们出机票钱。结果隔天的班机只剩星宇航空还有位置，就这样我就得到了免费的星宇航空的机票。隔天在机场排队 check in 的时候，经济舱大排长龙，我看到旁边的商务舱都没有人排队，于是我就看着商务舱的牌子，我想说我以后也要毫不费力的登上星宇航空的商务舱。我才刚想完，然后等到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，服务员就说经济舱已经没有位置了，要主动帮我们升等到商务舱。真的是太夸张了耶，不到10分钟就显化了，完全就是心想事成，一切都非常神奇。想去日本玩，想去环球影城，想要得到免费的星宇航空的机票，而且是商务舱，全部都达成了。这个观众呢，他看我的影片已经很久了，因为我常常都会看到他的留言，至少有1年了吧。他一定是显化高手，而且他一定频率是保持在很高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高频率的人就很容易心想事成，他们比较不需要特别用一些什么技巧啊，就可以显化他们要的东西，所以平常保持高频率是很重要的哦。那保持高频率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写写感恩日记啊，可以听听很正面的肯定句啊，可以写写未来日记啊，然后可以看我的频道啊。再追加一个好了，就是关于生活方面的。他说，我今天早上听你在显化星巴克的那一支影片，因为你有一些其他影片都有分享到，有很多观众都有显化星巴克的饮料，然后我看一看呢，就去睡了一觉。等我醒来之后，手机就有传来简讯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竟然得到免费的星巴克礼券耶，然后他就去换了一杯免费星巴克了。这位观众他跟我讲了之后呢，我就去看我的手机，结果也有免费的星巴克耶。因为最近是11购物节吧，这个 Momo 他们就有一些活动，可是我问我姐，她并没有收到这简讯耶。总之我就换了一杯，好喝。你们也有收到这个简讯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再来这个故事，这观众留言给我的时候，真的看了感动的快要哭了。他在前几个月9月12号的时候，他传简讯给我，他是一位香港的观众。他说呢，我最初是听你的爱情肯定句，每次听都会让我的心感到甜蜜蜜的，我和男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最近看到你的影片，看到有关于显化求婚的故事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也来想象男朋友跟我求婚的画面的话，说不定他也会跟我求婚哦。我就戴起一只玩具戒指，想象他跟我求婚的画面，我不断想着，谢谢他这么爱我，谢谢他跟我求婚。我感觉手上已经戴着他给我的钻戒了。当天我们去约会，见到他之前我忘了把戒指拿下来，被他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把戒指拿下来收起来。他就有一点介意，就一直问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戒指，是谁送你的？因为我平常从来不会戴戒指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说只是个玩具啦。结果那天约会他就一直超级黏人，他不断的说假如我们以后结婚会怎么样怎么样，而且又不断的吃醋，就一直问说戒指到底是谁送的。我就拿起戒指来说，这只是我自己买来玩玩的啦。结果他就突然拿起玩具戒指向我求婚了，要我当他的老婆。我真的吓了一跳，虽然跟我想象的情节不太一样，可是才1天就显化了耶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又传简讯来说，可是我还是想要收到他给我的求婚戒指嘛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可以去想象他正式跟你求婚的画面，你也可以想象自己穿着婚纱拍婚纱的画面，或者是婚礼当天的画面。然后到了11月8号，他再次传简讯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。他说，我们在交往1周年的时候，他正式向我求婚了。我们去了澳门旅行庆祝1周年，他就在饭店向我求婚了。这一次是真正的钻戒哦，我们现在非常的幸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他还传给我钻戒的照片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从玩具戒指变成真正的钻戒，真的是超级恭喜他的。有这几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
当你开始接触吸引力法则跟假设法则之后，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就会变得更顺利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显化成功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，里面有讲到很多显化失败的常见原因，可以去看一下哦。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鼓励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